我是一名凶宅直播试睡员，证明房子没鬼就能拿到高额奖金。被子被鬼拉走，我说是自己踢的。镜子里的我阴森一笑，我急忙也跟着笑。忍无可忍的女鬼现身在镜头前，我冲过去拉住她的手，呀，大姨，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，大姨。你说你请我陪你当凶宅试睡员，给我20万，然后那套房子如果成功卖出去，对方老板给你500万。我沉着脸看向眼前忠厚老实的年轻男人，恨不得用眼神戳死他。你看我傻吗？男人名叫张君浩，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主播，他的工作是一名凶宅试睡员。有些著名的凶宅，房东不想烂在自己手里，就会请他当试睡员，全程直播。平安睡了几天以后，会有一些贪图便宜的人本着捡漏的心理出手购房，同时有一些买了凶宅的人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也会请他试睡几天。张君浩既能赚买家的钱，也能赚卖家的钱，晚上直播时还能赚观众打赏的钱。我越想越眼红，恨不得马上改行，抢了他的饭碗，拒绝黑心中间商赚差价。听我这么说，张君浩尴尬地笑了笑，你不是道士吗？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我以为你不在意的。我双手抱胸，一脸的云淡风轻。没错，我从来不看钱，我们出家人只讲缘，500万元的缘。张君浩皱着眉头思索片刻，犹豫地问我，钱不是问题，只是那房子特别凶险，你得有真本事才行。猛鬼公寓18号楼，你听过吗？听到18号楼，我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神情也变得异常严峻。是平安路那个18号楼吗？那栋楼非常出名，是这城市人人闻之色变的地方。18号楼的历史非常久了，算是最早的那一批公寓楼，位置也非常好，在城市的最中心地段。这楼一共有3层，每一层有2户人家。当时楼里算上老人孩子，满满当当的住了19口人。后来在1990年的中元节，楼里19口人全都死了，一夜之间死得干干净净。有上吊死的，跳楼死的，夫妻吵架把对方砍死的，死法千奇百怪，各不相同。没人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，只是18号楼出了事情以后，整个小区的人几乎都卖房子搬了出去。那些卖不出去的，宁可自己在别的小区租房子，也不愿意待在这。再往后，那片地方被纳入了拆迁区，整个小区都被拆了，只剩下18号楼孤零零的屹立在那。因为负责拆迁的工人一靠近18号楼就会出事情，挖掘机突然失控，冲进人群无头苍蝇一样乱撞，短短半小时内就压死了好几个工人。那栋楼就这样被剩了下来，随着时光流逝越发破败，但是却没人敢再去碰它了。曾经还有一群胆子大的年轻人因为猎奇去那房子探险，当晚就疯了5个，死了3个。从此18号楼就彻底成了这个城市的禁地，生人勿近，百鬼横行。张君浩叹了口气，表情有些苦涩。凶宅试睡员其实赚的没那么多，普通的房子睡一晚也就是上万块钱，而且每个城市的凶宅有限，有时候1个月都接不到几个单子。这老板开价实在是太高了，你要是没信心，那我就自己去吧。说完他转身就要走，我赶忙扑过去，一把拉住他的袖子。这个地方确实凶险异常，9死1生，得加钱。听到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，张君浩明显松了一口气。那37开。我叉着腰，气势汹汹地瞪了他一眼，55开。张君浩愣了一下，表情有片刻的呆滞，随即他转了转眼珠，试探性地问道：那就这么定了？成交。听到我说成交，张君浩飞快地转给我10万块钱，说是定金，然后一溜烟地跑了。跑出门之前，他顿住脚步，回过身，对着我贱兮兮一笑：我之前说37，指的是你欺我3。说完不等我反应过来，抱着头嗖一声就跑得没影了。灵珠，你干嘛呢？徒弟宋菲菲从厕所出来时，见到的就是我捂着胸口，呆坐在地上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我真傻，真的。我单知道他说的是37开，我不知道他说的7居然是我。我就是太爱一想了。我问你，刚才他来谈生意时，你竟为何又去上厕所？宋菲菲翻了个白眼，有些嫌弃地将我从地上拉起来。一大早也不知道你抽的什么风。当我说完要去凶宅的事情，宋菲菲缩了缩脖子，表情有些心虚。张君浩说的老板就是我家的地产公司，那块地被我家公司收购了。刘经理找过我，说我认识高人，能不能帮忙处理下那屋子闹鬼的事情。咱们当时不是去参加奇楠的聚会吗？我就给忘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慈爱地摸了摸宋菲菲的头，你刚刚不是问我抽的什么风吗？为师告诉你，我抽的是清理门户的风。受死吧，孽徒！揍了宋菲菲一顿以后，我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。张君浩很着急赚钱，我们刚吃完晚饭，他就开着车来门口接了。车上还坐着2个陌生的男女，圆脸的年轻女孩是张君浩女朋友，另外还有一个高高帅帅的，则是他大舅子。这是我女朋友林贤，这是他哥哥林毅，他们主要是负责帮我们拍摄的。老板说一定要360度全方位直播，要让观众知道这屋子没鬼。圆脸女孩有些内向，看到我和宋菲菲，她有些羞涩地低下了头。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，她和她哥长得可真不像是一家人，一个圆脸杏眼，一个凤眼长脸，不过倒是都挺好看的。
车子平稳地行驶了一会，很快就来到了18号楼前。此时已经才晚上8点多，18号楼和最繁华的街只隔了一条路，气氛却截然不同。那边是喧嚣的人流和闪烁的霓虹灯，这里是呼啸的阴风和衰朽的老楼。我皱了皱眉，这地方阴气可真够重的。嗨嗨，张君浩咳嗽了2声，拼命朝我眨眼睛。我侧身一看，才发现林毅和林贤已经举着支架开始直播了。啊，这楼多大多直多美啊！我朝着镜头大手一挥，扬起嘴角露出8颗大白牙。你们看，那满墙的爬山虎长得多么郁郁葱葱，生机盎然。植物都能长得这么好，人住进来肯定长得更好。因为今天要直播挑战本城最著名的18号楼，几乎是林毅刚打开手机，直播间就涌进来几10万人。听到我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观众们都乐了，弹幕开始疯狂跳动。妈妈说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说谎，真是撑不起我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可是灵珠大师只是个道士啊，他有什么错呢？人长得好不好不知道，但是我看张君浩的脸色好像不太好。我让林毅举着手机跟着我，自己3、2步来到鬼楼前，对着观众朋友们热情介绍，我们现在在18号的1楼，这栋楼一共有3层，大家放心，今天晚上我们会挨个房间住。就在这时，101室原本紧闭着的房门突然缓慢打开了，木头老旧的咯吱声混在呜呜的风声中，令人牙齿发酸，膝盖发软。我心头重重一跳，转过身看向那扇漆黑的大门。一阵阴风转着圈从屋内盘旋而出，圈内卷起无数的灰尘和落叶，看起来像小型的龙卷风。直播间瞬间炸了锅，网友们的弹幕开始疯狂跳动，无意打开，如有冒犯，请找我前男友。我刚睁开眼，又下睡过去了。张君浩今晚可能要凉，这房子太邪气了，刚才那阵风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鬼旋风？林贤虽然举着手机，身体却不由自主地缩进了林毅怀里。呸！我一口唾沫吐在那团鬼旋风中，刚才还呼啸旋转的旋风顿时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地的落叶和灰尘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对着镜头端庄一笑，不好意思，嗓子有点干。哎呀，这风太大了，把门都吹开了，真是天凉好个秋啊！这说明啥知道不？说明这地方空气流通好。说完，我大步上前，将木门全部推开，然后对着林毅招了招手，大家跟我来，带你们参观一下这栋鬼，嗨嗨，这栋漂亮的小楼。我率先走进鬼楼里，宋菲菲也紧跟其后，张君浩3人却一动不动，尤其是林贤，脚一直在迈步，身体却原地停在那。我有些无语，就这胆量，还当凶宅试睡员啊？宋菲菲打开一盏极为明亮的手电筒，那功率之大，屋里仿佛升起了一轮太阳，强光驱散了屋里恐怖的气氛，101室的面貌也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。这是一间布置得很温馨的小3居，只是屋顶老旧的电风扇上还挂着一根绳子，绳子上套了一个圈，一看就是有人在这上吊死了。我们几人都进来以后，那绳子突然开始慢悠悠地晃荡，就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吊在上面一般。林贤都快哭了，你们有没有看见这绳子在动？可是现在没有风啊！我跨步上前，5指并拢，在他面前用力上下扇动，告诉我风大不大？林贤一脸呆滞地看着我，半晌才喃喃说道：大，很大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对着镜头展颜一笑，大家快看，这屋子多亮堂啊！刚刚不是绳子动，是风在动。直播间有片刻的安静，过了半晌，弹幕才开始跳动。世界上最硬的东西是什么？是灵珠大师的嘴。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我要是有灵珠这种睁眼说瞎话的本事，也不至于和前女友分手了。如果我是鬼，被这么无视我肯定会生气，然后憋大招。大家快看，大招来了！手电筒的光突然变弱了许多，并且开始一闪一闪跳动，晃得我眼睛疼。刚才还亮如白昼的屋内也瞬间暗了下来，窗边放着的竹藤摇椅开始嘎吱嘎吱晃动，柔软的沙发上莫名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坑，好像有顽皮的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。老旧的古董电视机突然打开，开始播放一段戏曲。我仔细辨认了一下，唱的是京剧《霸王别姬》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这是一家4口人。小孩在沙发上跳来跳去，女主人挂在电扇上晃荡，老奶奶躺在摇椅上看电视。男主人站在林贤身后，正朝他脖子里吹气。这男的一看就是色鬼，吹完气还顺手捏了一把林贤的屁股。我走到他身边，一巴掌将男鬼抽得翻了个跟头。林贤浑身一颤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哭腔。我刚刚感觉全身发冷，身体僵住了，一动都动不了。张君浩见女朋友吓成这副样子，十分心疼，早说叫你不要跟来了，你非要来。林毅更是伸手搂住了他，别怕，有哥哥在呢。我狐疑地看了一眼张君浩，这么明显的4只鬼，他就什么都没看出来吗？男鬼被我一巴掌抽翻以后，正躺在地上怀疑鬼生，半天没坐起来。你不是专业的凶宅试睡员吗？你们试睡就这样瞎待着？张君浩紧张地环顾一眼四周，实不相瞒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这么诡异的地方呢。以前是睡的屋子，最多就是发出一些奇怪的声响，风大一点，阴冷一点。张君浩估计被吓傻了，都没顾上我们正在直播呢。这可是250万啊！我顿时急了，
一边朝他使眼色，一边走到沙发前，一巴掌抽飞了那只正在蹦蹦跳跳的小鬼。哪里诡异了？这沙发有坑，是因为老旧了吗？你看，拍2下，不是又恢复了？说话间，我已经来到了摇椅面前，揪起躺在上面的老鬼扔到一旁。这椅子那和绳子一样，都是被风吹的，现在好了，风停了就不动了。宋菲菲看得叹为观止，敬佩地朝我竖起了大拇指。经过我一顿收拾以后，屋子里又短暂地恢复了安静，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众人的幻觉。张君浩几人也没那么害怕了，他挠了挠头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现在看这屋子，除了老旧一点，其他的也没啥。我应该是被他的名头吓到了，哈哈，还是你胆子大。我拉着张君浩3人坐到沙发上，自己却朝宋菲菲眨了眨眼，示意他去把那几只鬼都给赶跑。此时男鬼正带着一家老小缩在角落里忌惮地盯着我，我对他们的死法也很好奇。女鬼是吊死的，老鬼是喝农药自杀的，小鬼好像是噎死的，男鬼手腕上的疤纵横交错，看样子是割腕。他们这一家子在中元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宋菲菲装作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走到墙角，背对着我们，偷偷摸出了藏在衣兜里的桃木剑。那些鬼看到桃木剑大惊失色，男鬼更是拉着他们直接跑出了大门。屋里的鬼都跑光了，但是屋子里的阴气却丝毫没有减少。我带着林毅在屋里仔仔细细逛了一圈，也没看出来不对劲的地方。这鬼楼果然有古怪，我觉得这鬼楼应该没有鬼，现在看这屋子正常的很嘛。我同意，如果真有鬼，能由着灵珠这么嚣张？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鬼，不然那些凶宅试睡员早死了。如果这地方没鬼的话，低价买下这栋楼的人要发达了，这位置可是寸土寸金啊。直播间的人分成了2派，为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吵开了锅。更有一部分人已经在悄悄打听这鬼楼现在的房东是谁，有没有售卖的打算。101室内虽然有几个鬼，但是这些鬼身上的煞气怨气并不算太重，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鬼魂，因此我收拾起来毫不费劲。但是看这栋楼的阴气，楼里肯定有大家伙，最差也是厉鬼级别的，到时候打起来还不知道要怎么在镜头前向众人解释呢。为了赚这250万，我可真是操碎了心啊。我挠了挠头，对张君浩几人招了招手，这间屋子看完了，走吧，去下一间。101是主动打开大门欢迎我们的，但是102的门却是紧紧关着。我推了2下，坚固的木门纹丝不动。大半夜肯定不可能去找开锁匠，我示意众人退后，然后拿出一张符纸贴在门上。嗨嗨，下面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，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，给我破！咔嚓，门锁发出一阵清脆的碎裂声，木门被我毫不费力地推开了。张君浩震惊地看着我，卧槽，我刚刚听到声音了，这不是变魔术吧，是道家术法。咔嚓咔嚓咔嚓，宋菲菲一本正经的连喊3声以后，对着张君浩抬了抬下巴，刚才的声音是我发出来的，这门本来就没锁住，我和灵珠怕你们无聊，给你们表演魔术呢。张君浩张了张嘴，一副想说些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模样。直播间里众人也是讨论的热火朝天，我赌一包辣条，这门肯定是灵珠打开的，他那一下是道家专用的术法。楼上的少看点玄幻小说吧，倒是要是这么厉害，全都当小偷去了。就是人宋菲菲都说了自己在表演魔术呢，一个个的看小说看疯魔了，相信点科学吧。宋菲菲的手电筒刚刚在屋子里被阴气侵蚀的厉害，照明功能大打折扣。不过灯光虽然昏暗，但是足够让我们看清102室内的样子了。2家屋子格局一模一样，只不过102室装修的更为精致一些，繁复的欧式宫廷沙发，华丽的水晶吊灯，客厅的东南侧甚至还放着一架白色的钢琴。看得出来，这里的女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富家女。102室内的煞气明显要比101室内的要重一些，连张君浩他们这样的普通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。我一进这屋子就觉得特别冷，那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寒意。张君浩搓了搓手臂，将胳膊抬到我眼前，你看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板着脸拍掉他的手臂，痛心疾首地看着他，这人怎么回事？一点都不专业，为什么经常忘记我们正在直播中？起什么起？你觉得这屋子冷，是因为我们刚刚在101待了大半个小时？晚上9点肯定比8点更冷啊，一点科学道理都不懂。待会到半夜2、3点会更冷，大惊小怪。说完，我狠狠地瞪了张君浩一眼，指挥着林毅开始认真拍摄屋内的布局。大家看，这是卫生间，这卫生间装修的还挺高档，哇，这面镜子好大呀！一阵巨大的抽泣声响起，林贤说话都磕巴了。灵珠，你看到吗？这时候的直播间已经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疯狂刷屏。我面对镜子站着，林贤和林毅则是一左一右站在镜子的两边，举着手机将我的动作全都拍下。镜子前的我站得笔直，风姿卓绝，貌美如花。镜子里的我虽然同样花容月貌，但是表情却截然不同。我是木着脸的，而他却嘴角上扬，露出一个渗人的微笑。这下连一直以来比较镇定的林毅都慌了。你们有没有看见？我侧头对着他怒喝一声：闭嘴！我们没看见。喊完我才意识到不对，忙跟着镜子里的人一起微笑。他笑，
我也笑，他摇头，我也摇头。得益于我敏捷的反应和过人的身手，镜子里的女鬼不管做什么动作，我都能迅速跟上。我人妈了，虽然灵珠动作很快，但是她明显和镜子里的人不同步吧，好可怕呀！五星红旗保佑我，龙的传人百鬼不侵。楼上的鬼也是龙的传人，我还是不信，这是节目组特意安排好的吧？这镜子乍看之下是一面镜子，其实是一块显示屏。那女鬼被我跟恼了，连续做了几个动作以后，恨恨的一摆手，然后洗手台的下水口里就开始不停地往外冒头发，漆黑的、茂盛的、细长的、源源不断的头发从下水口里冒出来，眼看着就要冒到台盆外了。扑通！林贤举着手机，直挺挺地朝后摔了过去，竟然直接被吓晕了。我眼疾手快地掏出一张符纸，按着符纸像按着毛巾一样在台盆里擦。哇，这房子真是太老了，下水道都堵住了，你们看，这都往外冒黑水了呀！那些头发很怕这些符纸，我擦了一圈符纸以后，所有的头发都疯狂朝下水管退去。洗手台盆再次恢复了光洁，我将符纸贴在上面，对着宋菲菲挤眉弄眼，哇，这水真是脏，菲菲你看到了没有？宋菲菲将头点得像打桩机一样，好脏好黑的水啊，看样子应该找人好好修一下了。张君浩和林毅这才反应过来，赶忙上前扶起林贤。阿贤，你没事吧？被张君浩拍了2下脸的林贤悠悠转醒，看着围住自己的人，林贤一把抱住林毅的腰，将脸埋进他怀里，低声抽泣，好可怕呀，有鬼，真的有鬼。张君浩脸色不太好看，他的眼神和林毅在空中对视一眼后迅速移开，只是神情有几分羞恼。林毅温柔地拍着林贤的背，声音有些刻意地放低，没事，有哥哥在呢。张君浩看不下去了，他站起身来到我身前，试图让林贤退出这场直播。灵珠，有我们几个人也够了，阿贤明显太害怕了，我打算让他先回家。我没顾得上搭理他，注意力全都放在林毅身上。我的天啊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林毅在亲林贤的额头，这动作绝不是普通兄妹可以做出来的。我果然没看错，林毅和林贤不对劲。宋菲菲也看到了，她正朝我不停地眨眼睛，眨的脸都快抽筋了。灵珠快看，有奸情！我看到了。我回给他一个眼神，这才看向张君浩，直播应该不能终止吧？你让谁来接林贤？林贤已经哭完了，他擦了擦眼泪，听到这话赶忙坐起身，我哪里都不去。阿浩，你别想赶我走。张君浩有些头疼地看了他一眼，林贤走过来搂着他的手臂撒娇，阿浩，别让我回去，我想和你待在一块。我和宋菲菲马上转头看向林毅，果然他沉着脸，眉眼间有些阴郁。他们俩应该不是亲生兄妹，看林毅的面相，他分明是少年丧母之相。没判断错的话，林贤是跟着他妈妈改嫁过来的，然后跟了继父的姓，两人名为兄妹，其实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那他们之间的这种亲昵可就有意思了。张君浩知道这事吗？我们几人前后从洗手间出来，宋菲菲八卦地戳了戳张君浩的手臂，你女友和他哥哥感情真好啊。张君浩听到这话一愣，勉强扯起嘴角笑了笑，只是那笑容中透露着苦涩，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，我其实有些吃醋，但是阿贤说我是独生子，理解不了兄妹情。张君浩果然不知道。宋菲菲激动地朝我疯狂眨眼，今晚不但能抓鬼，还能抓奸，可没死宋菲菲了。呵，女人啊，你的名字是八卦。好好的一个豪门富家女，却和农村老太太一样爱看热闹。我嫌弃地瞥了宋菲菲一眼，脚却不由自主地朝张君浩走了2步。展开说说，也说给我听听呗。张君浩机械地转过头，他的左边站着一个穿着红色真丝睡裙的女鬼，这女鬼脸色惨白，脖子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垂在肩上，像是一个坏掉的玩偶。人家也想听呢。右边的女鬼则是直接趴在了他的肩头。这女鬼穿着件黑衣服，身上还系着围裙，眉眼精致，只是脸上却遍布疤痕。这些伤疤纵横交错，将好好的一张脸分割得如同棋盘一般，看着十分瘆人。坏了，八卦把2个女鬼都给引出来了。林贤再次两眼一翻，晕在了林毅怀里。林毅也吓得不轻，脸比女鬼还白几分。阴阳有别，普通的鬼人是看不见的，哪怕从身边经过，也只会觉得一阵凉风吹过而已。但是这2只女鬼明显有一定的道行，已经可以人前显形了。张君浩他们看见了，代表镜头前的几十万观众也都看见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前功尽弃，那可是250万啊！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我已经跨步上前，一个饿虎扑食朝女鬼冲了过去。女鬼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大胆，不跑居然还敢逆行。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抓住她的双手，用力上下摇晃。哎呀，大姨，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，大姨，我这在上班呢，你瞧你。我左手扣住女鬼的双手，右手从裤子口袋里翻出一张符纸夹在手指中间。你瞧你，都胖了。我的右手手掌按在女鬼肚子上，眼睛却恶狠狠地盯着她，眼神中充满了威胁。人有丹田，鬼有鬼丹，但凡有些修行的鬼，一身鬼气煞气全都收在丹田和心口处。只要我这符纸一贴下去，他轻则鬼体受损，修为全废，重则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。
另外一只女鬼也被宋菲菲用同样的手法制住了，她亲昵地搂着女鬼，一只手按在她丰满的胸口上。二姨，你也真是的，都说了我和灵珠在工作嘛，还跑到我们上班的地方来找我们。红衣女鬼惊慌地看了我一眼，咬了咬牙后，努力挤出一个慈祥的笑来。我和你二姨太久没看见你们了，想得慌。张君浩惊疑不定地站在那，一会看看左边的女鬼，一会看看右边的女鬼，最后欲言又止地看向我。鬼走路和人走路不同，因为他们都是脚不沾地的，所以脚掌会有些自然的垂落。我用力一脚踩在女鬼漂亮的白色皮鞋上，将她的脚重重压向地面。来，张君浩，快来见过我大姨哦，还有二姨。别说张君浩，就连直播间的观众都懵了。我的尖叫声卡在喉咙里，好家伙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我有些迷茫，这到底是女鬼还是大姨？楼上的傻呀，肯定是灵珠大姨二姨。你没看那女的都认灵珠了吗？鬼怎么可能乱认亲戚？林贤已经醒过来了，看到红衣女鬼说自己是我大姨，吃惊地瞪大了双眼，随即脸涨得通红，显然对自己把我亲戚误认成女鬼这事感到十分不安。灵珠，对不起，我大度地摆摆手，眼神中却流露出几分心痛。哎，这也不怪你，我大姨之前脖子上长过一个很大的肿瘤，后来肿瘤是动手术摘掉了，但是脖子却变这样了。至于我二姨，我转头看了女鬼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脸，实在是不知道出啥意外才能变成这样。我二姨，哎，这些伤心事就不提了。我和宋菲菲压着两个女鬼走到一边，张君浩他们三人则是坐在沙发上面面相觑，三脸茫然。这屋子怎么回事？你不说清楚我可就拍了呀！女鬼惊恐地朝楼上瞥了一眼，似乎上面有什么令她十分恐惧的东西。我不清楚。宋菲菲将夹在指尖的黄符翻出来，满眼威胁。你呢？你也不知道吗？黑衣女鬼脖子一缩，显然对宋菲菲手中的黄符十分忌惮。她犹豫再三，突然发力，伸手推了宋菲菲一把。宋菲菲猝不及防，被他推得一个趔趄，我伸手去扶时，红衣女鬼趁机跑了。两只女鬼一前一后，一阵风一样就消失在了我们眼前。卧槽！吵架是不对的，不要总和姨父吵架，都老夫老妻了。我快速将话绕回，说得太急，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。张君浩走过来看着我，眼神中透露着清澈的愚蠢。你大姨二姨怎么突然跑了，还跑得这么快？我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，嗨，他们经常吵架，吵完架就一个跑一个追，别管他们了。刚才女鬼跑时，张君浩正在和林毅大眼瞪小眼，都没顾上看我们。但是林贤却很尽责地将手机对着我们直播，因此直播间里的观众看得一清二楚。卧槽，不止我一个人看到了吧？那两人根本不是跑出去，而是飘出去的。我也看到了，他们脚离地最起码还有20公分的距离呢。大姨二姨会武功，刚刚那是轻功，铁掌水上漂。傻逼，票你爹，那分明就是女鬼。102室内没鬼了，我只能带着张君浩他们往楼上走。这栋楼盖得很早，因此没有电梯，只在楼的左右两侧各设了一部楼梯。我和宋菲菲走在前面，张君浩几人跟在我们身后。那楼梯造得很宽，能同时容纳3、4个人一起走。我和宋菲菲刚抬脚没走2步，一个黑色的东西咕噜噜沿着楼梯滚了下来。我们俩迅速侧闪了下身，那黑色的球就停在了张君浩身前。他弯腰捧起那球，嘴上还不住嘟囔：这地方怎么还有一个球？说到一半的话停住了，因为他手上捧着的根本不是球，而是一个人头。小女孩长得浴血可爱，留着短发，只是再可爱的小孩如果只出现了一颗头，怎么看都有些吓人。扑通，林贤又昏过去了，直挺挺地摔在地上。林毅甚至没顾得上去扶。哥哥，你快把我放回去吧，我的身体找不到头，该着急了。你别说，这头还怪有礼貌的。我和宋菲菲一左一右站在楼梯上，各自朝对方疯狂使眼色。快编啊，快点编个鬼话糊弄他们。靠，这咋编？你行你上。宋菲菲这个废物，我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他一眼。哎呀，这娃娃造型可真逼真，还能说话呢。我刚从张君浩手里接过人头，楼梯上又咕噜噜滚下来一连串小孩的头。这些人头有剃着短发的，扎着羊角辫的，还有披着半长发的。光看脑袋，我有些看不清这些小女孩的年纪，不过应该都在10岁以下。我看着这圆滚滚的3颗头，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。哎呀，好多娃娃呀，楼上肯定住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宋菲菲逐一捡起楼梯上的人头抱在怀中，若无其事地上了楼。快跑啊，奶奶追来了！一颗人头突然爆发出一阵尖叫声，然后另外2颗也跟着叫起来。它们从我和宋菲菲的手中高高飞起，迅速朝楼下飞去。哈哈，真高级呀！娃娃里还装了无人机。我讪讪地笑了几声，还想再说些什么时，扑通一声传来，好不容易醒来的林贤又晕过去了。你们这些该死的赔钱货，活着时遭人嫌，死了也一样的讨人厌。201室内窜出来一个身形瘦小的老太太，花白的头发，满是皱纹的脸。她的颧骨高耸，嘴角向下耷拉着，看面相就是一个刻薄不好相处之人。见到我们几人，她有些吃惊，随即冷笑一声：多少年了，看来这屋子又要添新鬼了。我不由得叹了口气，
这大妈话可真多呀。此时直播间的人数正在疯狂上涨，有人发出了当年报道了这案件的旧报纸，上面俨然有着这大妈的照片。之前看不起林贤是我错了，如果我在现场，我肯定晕的次数比他多。有什么东西碎了？哦，是我的三观。妈妈，原来世界上真的有鬼。灵珠他们为什么还不跑？急死我了！既然来了，就都给我留下吧。这老太太暴喝一声，突然五指成爪，伸长手臂朝我抓来。她的手臂简直像是海贼王路飞，人还离我2米远呢，手指已经抓到我眼前了。我侧身一闪，脚下用力一蹬，人像炮弹一样朝着这老鬼扑了过去。这屋子里的鬼都十分奇怪，按照他们死亡的时间，还有这栋楼的阴气邪气，里头的鬼最差应该也是厉鬼级别的。但是这老鬼就像102式的那个红衣女鬼一样，乍看之下十分唬人，交起手来完全就是只老虎，都不用认真打，稍微动几下手，他们就连滚带爬的跑了。老太太跑之前还不忘回头朝我放狠话，你给我等着，等大人出来，你们就和上次的年轻人一样，全都得死在这。大人，我和宋菲菲对视一眼，心下暗自警惕。这楼里果然有个大家伙，那老太婆喊他大人，该不会是个几百年的老鬼吧？张君浩几人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，林毅背着彻底昏死过去的林显，跑到我跟前时，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跟前。刚才我都看见了。林毅白着脸，因为过度恐惧，连嘴唇都在哆嗦。不，你什么都没看见。我伸手将他扶起来，严厉地瞥了他一眼，眼神中满是警告。谁都不能阻止我赚钱。林毅和张君浩迫于我的威严，两人都低着头没再说话，但是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宋菲菲身后。我看了一眼昏暗阴森的走廊，对着宋菲菲使了个眼色，不去202了，我们直接上楼去会会那个大家伙。张君浩都快跪了，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脸色比鬼还像鬼。你疯了？刚才那个鬼刚才那个老太婆可说了，楼上有大人。大什么大？我还是大师呢。我一把拨开张君浩，把他推到身后，掏出兜里的桃木剑，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斑驳的楼梯。你们跟在我身后，跟紧了。宋菲菲也掏出一把色泽古朴的七星剑，那剑上面还有铜锈，一看就是老古董。这是他上次拍卖会花1000多万拍来的，这家伙全身的法器一点都没比我差，这么有钱也不知道孝敬师门。我心里有些发酸，但是想到穷的兜里叮当响的乔墨鱼，马上又开心了起来。嘿嘿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走了几阶楼梯以后，我明显的发现了不对劲，楼上的阴气实在是太浓郁了，直接化作了灰扑扑的雾气。宋菲菲就站在我身后不足1米的地方，我回头竟然看不清她的脸。张君浩、林毅，你们俩在这吗？宋菲菲回头问了一句，随即一股大力袭来，将她直接撞到了墙上。我燃起一张符纸，暂时驱散了周边的阴气，这才发现张君浩和林毅已经扭打在一起了。林毅压在张君浩身上，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，而被压在地上的张君浩也不甘示弱，双手同样掐着林毅的脖子。因为太过用力，两人的额头上青筋凸起，眼珠子都瞪出来了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林贤终于醒来了。宋菲菲用胳膊捅了下我，朝我嘿嘿一笑，灵珠，你知道怎么不写雨，却形容雨下的很大吗？我茫然地看着他，什么东西？林贤看到互相掐着脖子的两人，撑着墙奋力从地上站起身，他跳着脚，声音凄婉，还带着哭腔，住手！你们住手，不要再打了！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！住手！听到这熟悉的台词，宋菲菲抱着肚子站在一边，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这傻逼一天到晚就喜欢看一些奇奇怪怪的电视剧。我刚想上前拉开他们，林贤突然喊出了一句极为惊人的话，你们两个我都喜欢，我们3个人就不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？好刺激啊！我瞄了眼张君浩快翻白眼的脸，看这情况起码要对掐3分钟才会死一个人。宋菲菲从兜里摸出把瓜子递给我，一边嗑一边乱吐瓜子皮，这雾气不对劲，里面是不是有啥激发人杀意的东西？我抽了抽鼻子，这雾气里不但有阴气，还有煞气和恶气。恶气是风水气中极为特殊的一种，能最大的激发出人心底的恶，让所有的恶意都像树苗一样破土而出，长成参天大树。这也是张君浩和林毅两人厮打的原因。我皱了皱眉，也许那晚的中元节惨案也是因为这一股恶气。戏看得差不多了，宋菲菲恋恋不舍地上前分开了张君浩两人，他们俩瘫坐在地上剧烈喘气，还不忘用仇恨的眼神瞪着对方。你根本就配不上阿贤，我爱了他整整20年，从7岁见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爱上他了。我和宋菲菲忙转头看向张君浩，只见他冷笑一声，啐了一声，从嘴里吐出一口带着血沫的口水。你爱他又怎么样？你们的名字可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，而且你爸妈对我很满意，今年过年我爸妈就会上门提亲。林毅笑得比他还冷，你娶不到阿贤的，因为你会死在今晚。张君浩眼神森然，他扯了扯嘴角，极为不屑地瞥了一眼林毅，我知道这个单子是你故意让我接的，你想让我死在这鬼楼里对吧？
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同意来鬼楼？因为今天晚上死的只有你。我和宋菲菲两人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，一会看看张君浩，一会看向林毅，最后我们一起回正脑袋，将视线投向了跪坐在一边的林贤。林贤捧着脸，哭得不能自已。你们竟然为了我要杀人！可是我有什么错？我就不能同时拥有2个男人的喜欢吗？男人能3妻4妾，凭什么我不行？凭什么？宋菲菲赞同的点点头。对呀，凭什么？我翻了个白眼。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。你们闹够了吗？闹够了，我要去干活了。我拿出符纸贴在张君浩3人的胸口处，几人浑身一震，眼神瞬间变得清明。3人清醒以后，不约而同地垂下了头，林贤更是直接闭上眼睛装死。恶气虽然散去，但是他们的记忆没有消失。现在就是他们的大型社死现场。我拿出一把糯米，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画了一个圈以后，又仔细地在墙上弹了一圈墨斗线。好了，你们就在这楼梯上待着，记住，不管看见什么，你们都别出这个圈子。宋菲菲拿过他们带着的手机继续直播，我这才想起来自己还在工作中呢。对于刚才撒糯米和画墨斗线的行为，我决定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和宋菲菲再次踏上楼梯，朝着3楼走去。越往上，鬼雾就越浓重。不过有雾气也好，镜头前的观众就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可以由着我瞎编。好大的雾啊！我家和这鬼楼就隔了一条街，为什么我家没有雾？因为那是鬼楼。我现在感觉这地方是真有鬼了，因为张君浩的事情绝对不可能是剧本。我想去鬼楼对面蹲守，有没有一起的朋友？我住在和平路附近，你去鬼楼时顺便来捎一下我，谢谢。我和宋菲菲正在专心地走路，没注意到直播间打算来鬼楼附近一看究竟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几个鬼魂倏然朝我们身边飘过，染着黄头发，穿着紧身小牛仔裤，那头发更是盖得只能看见半只眼睛。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，看到我手中的桃木剑以后，害怕地朝边上靠了靠。喂，别跑啊！喂！我想找他们问问情况，但是刚一靠近，几个鬼魂就逃命般朝楼下狂奔而去。这几个年轻人，看样子应该就是前几年来这鬼楼探险，结果死掉的那几个。可是他们的鬼魂为什么没去投胎，而是停留在这鬼楼之中？我一边思索，一边继续迈步上前。别过去！停下来！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，水泥地板上突然伸出一只惨白的手，一把抓住了我的脚踝。随即，一个年约40多岁的中年男鬼从地板上飘出半个身子，他极为小心地朝后看了一眼，再次向我们说道：“快回去！要想活命，赶紧走！”我一把将这鬼从地板上拔出来，他看到我的桃木剑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：“也罢，死在你手中也好，这鬼我已经做够了。人间太苦，鬼生也难，这是奸啊！下辈子我不来了。”没看出来，这鬼长得一副5大3粗的模样，居然还挺有诗意。大叔，你知道90年的中元节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这鬼点了点头，眼神中透露着沧桑。知道，这场惨案都是我造成的。我叫王承德，是一个木匠，家就住在这里的302室。不，你有一个朋友，他叫王承德，住在某个城市的302室。男鬼一愣，虽然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，但是没反驳我。他点了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行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个木匠。”王承德说的滔滔不绝，直播间里也是热闹非凡。灵珠他到底在坚持什么？我有些感动。我们知道他在说谎，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，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，但是他还是要说谎。但凡我当初干销售时有灵珠3分坚持，我早就当上销冠了。宁惹阎罗王，不惹老木匠。住在这栋楼里的人，但凡有一个人听过这话，这鬼楼的惨剧就不会发生。王承德一家都是老实人，父母性格懦弱，妻子生性内向，生了个儿子，也是整天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。人善被人欺，所以王承德家就被楼里的邻居们欺负惨了。他儿子和101室的小男孩是同学，那男孩非常调皮，经常欺负王承德的儿子。王承德家上门说理过几次，结果被人家夹枪带棒一顿骂，给赶出来了。101的小男孩对他儿子欺负得更加厉害，他儿子想不开，直接割腕自杀了。儿子死后，邻居们不但不安慰他，还嘲讽他们夫妻，说这是他们做人太差，遭报应了，活该断子绝孙。王承德老婆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投河自尽了。他的父母也因为这事情，一个中风，一个脑梗，都躺进医院里没再出来。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短短1个月时间内，竟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王承德怒了，老实人发起火来，往往是最要命的。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木工，更是鲁班术的传人。他用自己的血在这栋楼里摆了风水阵，激发楼里的恶气和煞气。在90年中元节那天，这栋楼里的煞气和恶气达到了顶峰。101的孩子吃饭时被噎死了，他爸爸怨恨妻子没看好孩子，直接吊死了妻子。102女主人撞破了保姆和老公的奸情，反而被老公拧断了脖子。死时她刚好穿着红衣，死后马上化作厉鬼，弄死了老公和保姆，还用刀划破了保姆的脸。201一家生了3个女儿，都没生到儿子。婆婆天天对儿媳妇非打即骂，这天晚上突然失手，把儿媳妇打死了。
3个孩子目睹了这一起惨剧。为了不让孩子说出去，婆婆和儿子联手砍下了3个女孩的头。而让王承德没有想到的是，一夜之间死了18人的楼，因为吸收了足够多的怨气和煞气，居然成精了。宋菲菲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楼成精了？我敲了一下她的头，严格来说是成怪。动物成妖，植物成精，而物件什么的是成怪。嗨，不过这都是小说里面瞎编的，大家要相信科学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。说完，我话锋一转，侧头看向王承德，那楼成怪以后，是不是为了能源源不断地吸取你们身上的怨气煞气，把你们永远困在了这里？王承德点点头，我又继续问道，你拉着我们在这聊天，是不是因为这楼怪每天都要修炼，只有晚上子时才能出来？你想拖延时间，让我们留下来和你们一样，永远被困在这，对不对？王承德惯性点头，点完头发现不对，刚想跳起来，已经被我一巴掌拍到了地上。菲菲，跑啊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1点，夜班子时，阴气肆虐。头顶的石膏板突然掉落，重重地砸在我身后。为了不被这些东西砸中，我和宋菲菲只能被逼着朝302的方向狂奔而去。整栋房子像活过来一般，走廊直接变成了陡坡，我和宋菲菲站立不住，沿着地面朝一侧滑去。302的房门像长了腿一样朝我们快速移动，在我们下滑时，房门大开，把我们2人接了个正着。咯吱，我和宋菲菲滑进房间以后，房门随即紧闭，整栋楼又再次恢复了正常。欢迎你们，我的客人。屋内的日光灯亮起，我和宋菲菲眯了眯眼，这才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长得有点一言难尽，我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方的人，长方形的脸，长方形的眉毛，长方形的眼睛，还有长方形的身材。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积木成精了，怎么看怎么怪异。这楼怪身体坚硬，桃木剑是没法用了。我收起桃木剑，换成五雷符，对着楼怪大喝一声：“二姨夫，你不该打我二姨的！”宋菲菲人都傻了，她眨了几下眼睛，一脸的茫然。而比她更茫然的是那个楼怪。观众朋友们，这是我二姨夫，也是一个家暴男。我二姨来找我，就是因为被他打了。现在我要揍他一顿，替我二姨出气。二姨夫，看拳！说话间，我已经高高跃起，朝着楼怪迅速扑了过去。宋菲菲都快哭了，她将手机朝边上一丢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能不能别想着你的直播了？这楼怪力大无比，打在我身上像被钢板抽中一样疼。我和他交手了几个来回，就知道自己打不过他。物理伤害不行，只能来魔法伤害了。菲菲，天雷诛邪阵！宋菲菲闻言，立刻踹开门，朝着门口飞奔而去。听到天雷诛邪阵，楼怪有些慌了，同时他的攻击也变得更为迅猛。整个屋里的东西全都疯狂向我砸来，台灯、茶几、沙发、电视机，我被实木茶几砸中，摔在地上，狼狈地吐出一大口血。这种关键时候，不能再心疼钱了。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跃起，怀中的符纸不要钱一样朝着楼怪丢去。二姨夫，看招！6甲驱邪符，3消神雷符，7星破鬼符，这些都是我来之不易的宝贝，是我数年来的珍藏。这次来这栋鬼楼，真的亏大发了。我一边丢符纸，一边心疼，跑着跑着，发现自己胸口的衣服都已经被鲜血染红了。我伸手抹了一把血，一边跑一边将血涂在墙上和家具上。被我血涂过的地方，这楼怪果然不能再施法号令了。渐渐的，整间屋子内全都布满了我的血掌印，而我也实在是要跑不动了。咔嚓！就在我一脚被楼怪踢翻在地时，天空中传来一道惊雷声，轰隆隆，雷声大作，屋顶上都被劈开了一条裂缝。楼怪脸色大变，天雷是一切邪祟的克星，被这雷一劈，他布的结界瞬间失去了效果。那些困在楼里的鬼魂飞快逃窜，不过这雷劫动静这么大，肯定会引来鬼差，到时候这些鬼魂都会被鬼差带走，逃也跑不了多远。而这楼怪却没法逃，他和这楼是一体的，楼在他在，楼毁他灭。天上降下的雷越来越多，屋顶不断有水泥砖块落下。我弯着腰飞快地在屋里逃窜，刚跑出屋子，就看见宋菲菲一脸焦急地冲了过来。灵珠，楼要塌了，张君浩他们呢？他们已经跑出去了。我瞬间松了一口气，拉着宋菲菲刚想跑时，楼梯却轰然倒塌，走廊的地板从中间裂开，头顶的石头噼里啪啦不断落下，砸起尘土无数。宋菲菲，给我跳！卧槽，这是3楼！宋菲菲犹豫着不敢跳，我当机立断，抱起她的腰，将她朝下丢去。鬼楼前有一棵老槐树，枝干粗壮，枝繁叶茂。宋菲菲被我一丢，摔在了树枝上，接连撞断2根树枝以后，终于稳住了身体。我自己则是一脚蹬在护栏上，高高跃起，精准地朝槐树顶扑去。当我们前后脚跳出这栋楼后，整栋楼在我们身后轰然倒塌，落成了一地废墟。我狼狈地从树上滑下来，瘫坐在地上剧烈喘气，累得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了。卧槽灵珠，这里好多人啊！宋菲菲一瘸一拐地走过来，拉着我朝身后看去。我这才发现，和我们一街之隔的马路上站满了人，所有人都瞪着眼张着嘴，
一副惊吓过度的模样。这时，有一道熟悉的身影奋力拨开人群，疾步朝我们走了过来。乔墨雨，他来这里干嘛？只见乔墨雨快步走到我身前，然后从衣服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包纸巾。他将纸巾摊在地上打开，里面是一只拇指大的死蟑螂。这蟑螂一看就是被鞋子拍死的，扁扁的身体边甚至还带着一堆肠子。哦，好恶心！乔墨雨放好蟑螂以后，伸手抓住我的脚往上抬起，然后重重地踩在了蟑螂上面。小强，你没事吧？小强，陆灵珠，你才死了我的小强！这可是我精心炼制了9981天的蛊王啊！你快赔钱！我实在是没力气和这个傻逼吵架，碰瓷碰成这样，他当我傻呀？见我不搭理他，乔墨雨也不尴尬，他继续从兜里掏出一张 A4 纸，第一行赫然写着蛊王赔偿协议。他自顾自地继续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印泥，拉着我的手按完印泥后，他满意地将纸举到身前吹了吹，这才笑嘻嘻地看向我。陆灵珠，你已经签字画押了，跟我走吧，我飞机票都买好了。这狗东西一天天地竟整幺蛾子，去哪里？去云南，你才死了我的蛊王，得去云南抓一只蛊王赔给我。滚！什么？现在就去？好的。乔墨雨回头打了个响指，江浩言马上推着2张轮椅过来了。他将我按在轮椅上，宋菲菲也被江浩言拉上轮椅。只恨我刚才那一战不但打得精疲力尽，而且失血过多，现在眼前还一阵阵发黑。江浩言，快走快走，再晚就赶不上飞机了。乔墨雨不顾我的叫骂，将轮椅推得飞快。喂，先带我去吃个夜宵不懈呀，我饿死了。乔墨雨，你个傻逼，等老子恢复了，打得你年夜饭都吐出来。